瑞威本身也是一棵大树。刚才我们看到了瑞威的过程，我们的领导人 Mr. Jolie 也讲了他的一个过程，从零开始。那么从现在这个时刻开始，你就要开始思考了。接下来的5年，接下来的6年，接下来的3年，你会不会成为那一棵大树？你想成为那棵大树吗？不是单单想就可以的。要成为一棵大树，必须要有成为大树的条件。今天我们从大自然里面，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。在自然界，我们看到一棵很大棵的树，它必须要符合一些条件，才能够成为那个大树。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一下，以最后这个如何成为一棵大树，来终结我今天的这个领袖培训会。要成为一棵大树的第一个条件，首先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时间 ，you need time。你需要时间，你不能急。你一开始可能只是一个幼苗，可能种子刚刚生出一个幼苗，你不能这样去拉那个幼苗，想要速成的，想要在短时间里面很急的想要成功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的。凡事都必须要用时间来累积，我们必须要有耐性，我们必须要很努力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尤其是当问题发生的时候，尤其是当有打击来的时候，那就是在证明我们必须要更努力的时候。所以凡事都需要时间的过程。有一句话这样讲：罗马也不是3天2夜的时间造成的。所以很多人他不想付出努力，他想一步登天。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就用比较不一样的手段，不想要用复制的手段，他用比较想要快的手段，想要用欺骗的手段，但是没有用的，因为凡事都必须要一个时间的过程。我们的经验需要累积，我们组织里面的见证需要累积。你需要制造一些故事出来，让人家模仿，来感动别人。所以这就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，时间。关键就是同样的一个3年的时间，有些人在3年里面可以做很多事情，他可以每天10个小时、12个小时、16个小时在谈。同样的这3年，有些人可能去了一个apartment回去，一个apartment没有 close， 他就回去心灰意冷回家睡觉了。同样的这个3年会有不一样的结果，所以接着下来的3年，你最少都要给自己本身这样长的时间，3、5年的时间。不是说哇看他们很成功，我明天就要成功，这是不行的。因为要成为一棵大树，它也需要时间，这是第一个点。Number 2， don't move， 不要动。我说的不要动，不是叫你不要做。某一些东西在心里面你不可以动，不可以动摇。一棵树也是如此，它不可以在这边半个月，然后去另外一个地方，然后半个月，然后去另外一个地方3个月，它不可以的。它必须要在同一个地方，它不能动。那个地方一直在扎根，那个地方一直在努力，一直在灌溉，它才有可能慢慢成为大树。喜欢换那边，喜欢换那边，喜欢，不可以的。它必须要在同一个地方。也就是说，在同一个地方，你必须要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。一棵大树，你必须要能够经得起打击，你必须要能够经得起风吹雨打。各位，今天你有做瑞威或者没有做瑞威，
人生过程起起落落一定是有的，同意吗？我要问你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心电图。我们一个人的心脏跳动，心电图。那么这个人是活着还是死了？这个人是活着的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所以你看，当一个人活着的时候，他的人生就是有起落，他就会起落。然后当一个人死了过后会怎样？就这样咯。你看这样啊，这样啊，你看人生顺顺利利，没有起起落落的，证明这个人已经挂了，已经死掉了。所以在人生过程当中，不要害怕阻力挫折，不要害怕风吹雨打。好，阻力挫折、风吹雨打那是肯定有的。不要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有风吹一下，哎呀，换了，我换另外一个行业做，我换一间公司做，又一点风吹雨打又换，然后几十年下来跑来跑去，换来换去，然后你绝对不会有任何的一个结果。在同样的一个地方，不管什么东西来，当作是一种磨练，当作是一种训练。我时常跟人家分享，通常我们要跟猫学习。你要成功，你必须要跟猫啊 ，cat 猫学习。猫有2种猫，一种叫野猫。野猫通常在什么地方找东西吃？它在外面，在附近的垃圾桶里面找到东西吃。它必须要跟其他的野猫打架，打到满身都是伤痕，它才可以找到东西吃。那么另外一种猫叫波斯猫 ，Persian cat， 波斯猫。那么长在家里面的啊，波斯猫呢，你要跟它打粉的，你要跟它绑 ribbon 的。那么波斯猫吃的东西有可能比我们还要贵，还要营养。现在我把这2只猫，波斯猫和野猫放出去，谁找到东西吃？野猫找到东西吃，那是波斯猫呢？一出去外面给人家一咬就死掉了。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平常普通人，很多很多人在我们的四周围，他的所作所为就好像波斯猫这样。种一点东西不行，种一个问题不行了，一有一点困难而已，很辛苦了。叫他去那边说很远呐，很远。叫他去那边说没有啦，下雨耶。我给顾客讲2句，嘿，他骂我，他讲我，那你可以这样讲人的。他很伤心，很痛苦，可以几天了。我告诉你，这样的德性，这样的态度，你不用想赚吃，更不用说成功，在哪里你都做不好。今天 VV 会不会遇到问题？ VV 在过去10年里面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？有些问题大到你没办法想象，大到你没办法想象。所以有些领导人在形容我们的时候，再大的问题来，在我们的高层里面的会议都是谈笑风生，真的都是谈笑风生，把它当作是个笑话来看。我们继续往前走。有媒体的攻击我们，继续往前走。有法律的问题来找我们，继续往前走，笑一下就过了，根本对我们不会有造成任何的影响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，准备去面对更多更大的狂风暴雨，准备去面对更多更大的那些阻力和挫折。今天，因为我们想要成为一棵大树，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小草，无所谓，不需要。不过，如果今天来到这里了，你做一个这样的决定，你想要成为一个大树，你必须要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，准备去面对接下来的种种的问题。而允许我再重复，当问题来的时候，才是我们真正冲刺的时候，才真正证明自己的时候，而不是阻止你。这些阻力挫折不是来阻止你的，
它是来磨练我们的，它是来让我们这个过程更加的丰富、更加的精彩的。好，所以不要因为一点问题而被打击，因为我们要成为一棵大树。第三个点就是根基，一棵树你必须要往下，它的根必须要能够往下伸，往外扩。它必须要一棵很大的树，它必须要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根基，它才可以往上升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累积经验，我们需要累积很多很多的故事，你需要累积很多这样的舞台经验，你需要拥有很多这样的知识。在 V-Way 的 NDO 里面就有提到4个条件。我们首先要有一个专业的形象，从外表先开始，先从外表开始，然后要有足够的知识，要有这种卓越的心态，想要去赢人的心态。我们不是来这里输的，我们是想要去赢的，而我们必须要坚持很正派的去经营这个行业。好，今天这4个条件，其实就可以造就一个你在这个事业的根基。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组织是有根基的，同意不同意？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从自己本身开始。除了自己本身，组织需要有根基，而我对我自己本身的组织，我有一定的要求。从以前开始，我就很喜欢《孙子兵法》里面的军争篇里面的一段话。那么这段话呢，就是我拿来做我组织的一个标准。这段话是这样的，他说：“故其纪如风，其徐如林，侵略如火，难知如阴，不动如山，动如雷震。”就是当我有一个组织的时候，快的时候呢，好像风这样快；整齐的时候，当它往前走的时候 ，march forward， 当它往前走的时候，它是整整齐齐的。当他要去 attack， 当他要去 invade 的时候，就好像火这样；他侵略人的时候，好像火这样。当他要低调的时候，让他静下来的时候，难知就好像如阴这样，好像 shadow 这样，在影子里面。而当他不动的时候，好像一座山这样稳；当他动的时候，就好像雷震这样。有很大要高调的时候，就非常非常的高调。难道这不是 V-Way 的组织吗？通常在《孙子兵法·军争篇》里面讲到理想，最理想的一个军队，就是有能够做到这几段话的人。快要快，停要停，停的时候要停的，人家不知道。要攻击的时候，攻击到好像火这样。这就是一个理想的军队的标准，各位 ，V-Way 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。这就是我们哪一场啊？9月新加坡 Team Elite，9月新加坡 Team Elite 以上的最高峰会议，这样的组织。我不要看到里面的人，我单单这样看，这样单单外面远远这样看，这个就是世界第一的组织，这就是 World Number One。我们不用做到 World Number One， 实际上单单这个我们已经 World Number One。我没有看过一个企业有这样整齐的组织，不是那一天才这样整齐哦。每天都是这样哦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每天只要我们聚在一起，人家远远一看就知道这一群人是 V-Way 人。我身为 V-Way 人而感觉到很骄傲，感觉到非常非常骄傲，真的。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根基啊 ，V-Way 所有的根基。而你要成为那一份子，你要你的组织是这样子。那么你必须要先从自己本身开始。
第四，你必须要能够向光。你要成为一棵大树，你必须要朝向阳光。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们凡事要看好的一面。凡是什么事情发生，我们都必须要看好的一面，看亮的一面，不要去看黑暗的那一面。各位，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这边有一个黑点，对不对啊？有一个肮脏的地方在那边，对不对啊 ？There's a dirt. There's a dirt there， 对不对啊？有一个肮脏的地方，所以你看，这么多白色的地方，很多人没有看。当很多白色的地方，很多人没有看到，他去选择看那个黑的，他去选择去看那个污点，他去选择去相信邪恶的一面。好的他看不到，但这就是一般上平常普通人就是这样的，埋怨。一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他埋怨，他指责。一辆 Rolls Royce 现在我开进来停在这里，新的 Rolls Royce Phantom 8 brand new model 开进来，现在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来 criticize， 我们来批评这辆汽车。有没有东西给你批评？大把。如果你要批评，太多东西批评了。那么现在我开一辆motorcycle，二手的motorcycle，哦，10年的停在这里，一辆motorcycle在这里。现在我们转一个方向，我们来赞美这辆motorcycle，有没有东西给你赞美？也是大把。如果你选择赞美，有很多东西给你赞美。立位的第1年就有很多人相信了。当时老实讲，真的没有东西可以赞美。我跟 Simon Wong， 我们马来西亚第1人，不止马来西亚第1人，台湾第1人，日本第1人。跟他谈产品的时候，我连 brochure 都没有，我用2张 A4 paper 跟他谈产品，他相信，奇怪，我到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他相信。为什么要看他好的一面？是不是啊？要看到亮的那一面。所以凡事往那好的方面去看。2个人同样的来到这样的一个培训会，一个人来了，哎呦，我还以为是讲英文，结果是讲中文，浪费我的时间，早知道我就不要来，埋怨申诉。另外一个人还没有进来，在门口会看到这么多人，他觉得这个行业的确是有商机，他看到光亮的一面，有没有可能？有。好，所以你今天你要成为一棵大树，首先 you must be very positive， 你必须要成为一个很积极、正面的一个人，而不要整天只选择去看那个污点。人就是这样，很喜欢指责别人，同意吗？一做不到东西，他指责别人，因为我的上线咯，因为我的下线，因为我的爸爸咯阻止我，因为我的妈妈，你看我的孩子，因为我的螃蟹。指责别人，他并不能够解决问题。老天爷设计就是1只手指指别人，3只手指指自己，是不是啊？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需要反省。老天爷跟我们讲说，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要反省，而不是指责别人。因为3只指责自己，就是要反省自己嘛。当你指责上线的时候，你要问你自己本身，你又是一个怎样的下线？当你指责下线的时候，你要问你自己本身哦，你又是一个怎样的上线？当你指责你的领导人，你要问你自己本身，你是一个怎样的跟从者？当你指责你的人的时候，你要问你自己本身，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领导人？当你指责你的父亲，你要问你自己本身，你是一个怎样的孩子？当你指责你的孩子的时候，你要问你自己本身哦，你又是一个怎样的母亲，又是一个怎样的父亲？
所以每个时刻我们要反省自己，不要整天指责别人，因为埋怨申诉、指责别人，并不能够解决任何的问题。所以其实它有很多白的地方，不要只选择去看那个黑的。今天要看立位的优点有没有？有些人因为一个优点他成功，因为他看到立位的一个优点，好像刚才周所讲的，去相信他，他今天百万富翁、千万富翁，轻币。好了，现在我要问你们多一个问题：你现在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看到什么？看到黑还是白？看到白点，有一个白点在那边，对不对啊？对了，对了，我们就应该看那个白点。现在，有可能现在你遇到很严重的问题，有可能现在你在人生的最低潮，你还是必须要看到前面那一个小小的白点，希望还在人间呢，对不对啊？尤其是现在你遇到 Re-Way， 有没有希望？如果 Re-Way 都不能给你希望，我是不知道什么公司可以给你希望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所以你看，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一样事情哦，人当在不好的时候，当什么都不好的时候，他就会去选择一点点好，他就会去选择看那个好的，因为他身边全部都是不好的，这就是人性。当他身边什么都是很好的、很幸福，一点点黑点，一点点不好的，他就会去指责，他就会去埋怨，所以那不好。我们要知道的就是，今天我们在好的时候，你还能不能够看到更好？这就是要成为一个大树的最重要的条件。很多时候，很多人哇，因为今天哇什么都有，这个有那个有，我们不容许那一点点的错误哦。有些人犯了那一点点的错误，他就会指责了，他看不到别的好的地方，有这么多好的地方他没有看到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一句话叫做“身在福中，他不知福”。市场上肯定是有竞争，肯定是有些人可能会不知道做法，而把价格弄低。在外面希望能够竞争得到，希望能够用便宜的方式来让人家买得到，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有，每一个行业都有。有些人可以因为这样的事情，他说因为不能做。同样的一个问题一直在发生，有些人成为千万富翁。甚至有些人一遇到这样的问题过后，他既然 text 我，叫我关掉我的法务部，好，法务部的人，你跟我全部跟他辞掉，因为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他不能够容忍。为什么？因为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当我们全部都是白的，我们要能够看到更好的一面。而不是眼睛只看到黑的，我们必须要能够从中学习。你要成为一棵大树，你必须要向着阳光，你必须要 very positive 很正面。好像刚才 Joe 所讲的，最后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我剩下5分钟的时间，给我多一点点时间。You must go upwards， 你必须要向上。你要成为一棵大树，你必须要一直往上。每一个时刻，你会觉得说：“哦，我已经够了。”今天想象一下，各位朋友，当我来到今天，我这样讲，我已经够了。sorry啊，你们要fight，你们自己来，我回家睡觉，我去享受。你可以想象那是多可怕的事情吗？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不负责任的事情吗？是不是啊？相同的，各位，我是一个领导人，你也是一个领导人。有一天你这样想，
好，我够了。下一个啊，没有这么容易啦，我这边已经够了啦，必须要再下，不需要再往上冲了啦。你可以想象你的组织多悲哀吗？你可以想象那是多么不负责任的事情吗？那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，我知道。要往上那是不简单的。希望说我们可以制造一个这样的环境，能够互相的鼓励，互相的督促，然后充满战斗力的一直往上爬，一直往上爬。因为今天有加入立威的人啊，因为今天有加入你组织的人，那么这个人怎么办？他一加入而已，你说哦，我卖走了，我不做了，那是多可怕，那是多不负责任的事情，对这个人。哦，所以我们要往上。所以在这里的话呢，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我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样东西。我觉得这个东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过后，我在我的微信分享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这个东西过后，我对它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亲切感。对他的某一些东西，当然好，在这边我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哈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只东西。好，这只是什么东西呢？它被 Guinness World Record、Book of Guinness World Record， 好，被定为世界上最无所畏惧的动物。它什么鬼都不怕。Fearless creature in the world， 它的名叫什么？它的名字呢叫做蜜獾。好，那这个字读獾，英文叫 honey badger， 蜜獾。好，那么蜜獾呢，它会被封为全世界最无所畏惧的一个动物，就是说，肯定的，它是胆量是非常大的。什么都不怕，对不对呀？哦，所以你看，他敢去挑战什么？他敢去挑战蝎子 （scorpion）， 他敢挑战毒蛇、眼镜蛇，而他不是一出世就有办法的，他必须要训练。他必须要被他的父母亲慢慢的训练，先跟蝎子，先跟 scorpion 打，中他的毒，中到他有了抗毒体。从比较没有毒的蛇打到最后眼镜蛇也可以打赢，变成他的身上有抗毒体。今天中一个眼镜蛇的毒，几秒钟你就死了。不过对这个蜜獾来讲呢，一个野生的成年蜜獾。他中了眼镜蛇的毒过后，他咬死那个蛇了，被毒液弄到，他就睡觉，睡了2个小时起来，他继续吃那条蛇。他是练出来的，他身体有抗毒。他甚至去捉弄乌龟，乌龟可以挖出来吃。箭猪被他射到满身都是伤痕。挑战比他体积更大的，挑战羚羊，挑战狼，挑战猎豹，挑战狮子，甚至是一群狮子，他都是冲进去的。狮子拿他没办法，他长就这么大只。他敢挑战比他大只的万兽之王，狮子要把它吃掉不容易，因为它的皮肤滑滑，人家狮子吃它还咬它，根本都吃不到它。一只狮子如果要吃掉一只蜜獾，至少要花3个小时。所以很多时候狮子看到蜜獾都不想去理它。不想理他，然后这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，哦，又喜欢捉弄人，又很调皮捣蛋，
动物园里面没有蜜獾。为什么动物园里面没有蜜獾？因为根本关不住它，关不住它。为什么关不住它？你看这只很可爱，把它锁起来了，有 fence 锁起来了，甚至用铁线绑，它都可以开出来，起墙壁，把它关起来，它挖洞出去，他是个挖洞高手。把它全部封起来了，他把里面的石头全部挖出来，堆到旁边，爬出去。石头全部没有了，它下雨了，泥土挖，爬，又爬出去。他甚至会用工具，他拿扫把爬出去，还用轮胎爬出去。问题他爬出去，他不是逃跑，他完全不想逃跑。他跑出去去捉弄其他的动物，他爬出去找其他的动物打架，他就是这么充满了战斗力，每一个时刻都在奋斗，每一个时刻都在战斗，一直到死为止。所以在一些中国的网民，你看他们中国网民写的字，有时是非常好笑、非常可爱的，就用很多这样的句子来形容这只东西。我这边跟你分享几个。第一个，打架不要告诉我有多少人，我只要时间地点。好。第二句话，我不是在干仗，就是在干仗的路上。好。第三，我只想整死各位，或者被各位整死。我觉得非常贴切的形容这个东西哈。当天我播出去，我 share， 我看了过后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东西有一个亲切感，很深的亲切感。当我播出去的时候呢，我们有一个飞马领队6 Celeste， 他就 comment 了。他说这只东西戴上一个眼镜，神似一个人。啊，我想一下，好像是在讲我，所以他戴上眼镜像不像？为什么我要讲这个？我发现到 Riway 就好像一只蜜獾这样。当他小的时候，他就是要去挑战大的。挑战大了过后，他要挑战更大的。每一个时刻，他不是在干仗，就是在干仗的路上。真的，所以有时候以前我在带我们的团队的时候，我们团队的人年龄都比较大，很多人就每次跟我讲说：“老板，你年轻，你要冲你自己冲，我们年龄老了，你要顾到我们呐。”就是整天认为我想整人，或者被人整死，不然我就会整我自己本身，去 commit 5场 ，commit 7场 ，commit 16场，弄到自己很痛苦，弄到自己很辛苦。不过到今天为止，因为跟蜜獾是真的一样的，我们有抗毒体，我们不怕外面的打击。我们不怕外面的攻击，外面怎么打击我们，在马来西亚、在台湾也好，媒体怎么样攻击我们，我们今天已经有抗毒体，没感觉。再毒的蛇来，我们睡一觉起来，照继续打。我觉得这里面有一股精神，各位，就是要充满斗志力。所以你要成功，你必须要有这样的斗志力，你必须要有这样的胆量成功。今天公司，刚才已经分析了，公司的确拥有非常丰厚的条件，全世界里找不到一家公司愿意为你、为他的团队，在新加坡国家体育馆办活动。
想象一下都知道那个数目是非常可怕的。没有一家公司会为了你一个月连续4场室内体育馆的表扬大会，为了让你去推荐你的朋友更容易的推荐。没有一家公司会为了他的团队连续7场的，都是在这样的活动场所里面搞他的培训会，希望说能够激发到你自己本身想要让自己本身去成功。没有一家公司会这样做 ，VV 会这样做。而最重要的是 ，VV 是充满战斗力的，他不是在干仗。就是在干仗的路上，所以希望你们也可以像这样这只蜜獾的这样的精神，成为世界上无所畏惧的一个动物。我们就有这样的成为世界第一，绝对不是一个梦，绝对不是一个梦。所以我真的那些是第一次来的朋友，我真的邀请你们来看看 VV， 跟我们一起配合，让我们可以达到更大的目标，实现更大的理想。那么，今天是孤注一战，势在必行7场领袖培训会的第1场，非常感恩大家今晚的出席，真的非常感恩，尤其留到现在这一刻为止，非常非常的感恩你们尤其是那些根本听不懂中文的，好听那个翻译听得很辛苦。也要感谢今晚我们翻译的这位翻译员，我们的轩，真的非常辛苦，所以感恩大家留到现在这一刻。我知道以这样的精神，在不久的将来，你肯定的会达到非常大的目标，实现非常大的理想。在这里的话呢，那么领袖培训会也到了一个尾声，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首歌 ，VV 的第3首歌，是由我们8月份的15强飞马山以上的领导人在台上每人讲一句话，我们拿出来变成歌词，小弟我用那一点点小小的功力填曲的一首 VV 第3首歌，歌名叫《合作》，因为这首歌是我们合作一起写出来的。在这里，我以最后这首歌跟大家分享，来终结今晚的领袖培训会，再一次的感恩你们。抬头看着天空，可以飞行好几万里。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这个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，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我想问你，你的梦去了哪里？没有机会会在那里等你。一再要改变自己，突破自己。实现梦想是一种能力。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-sama. Pegang tekad ini, pantang mundur dan niat. 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，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风风雨雨。给一个目标，绝不罢休的目标，没有不可能完成的事，创造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。抬头看着天空，可以飞行好几万里。你真正要赢的是你自己。这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奇迹，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我想问你，你的梦想去了哪里？没有机会会在哪里等你。一直在改变自己，突破自己，实现梦想是一种实力。Ayolah kita berjuang bersama-sama. Pegang tekad ini, pantang mundur dan niat. 从一无所有到一无所缺，经历非常非常多的风风雨雨。给一个
的世界等着我们去创造奇迹，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。我想问你，你的梦想去了哪里？没有机会会在哪里等你？一直在改变自己，突破自己，实现梦想是一种实力。 Ayolah kita berdua bersama-sama, tekad-tekad ini pantang mundur dan diam.